这个黄国昌说了，裁判法通过了，民进党不是要誓死抵抗吗？结果呢，为什么民进党51席，当天国民党只有48席？没有，后来到51，48在现场，那民进党47，所以呢，这个国民党有4个人也不在，那民进党跑掉4个人，说为什么你不是要誓死抵抗吗？外面青鸟在那边淋雨受冻挨饿，然后呢，里面呢，你们人本来是这个有51个人，结果跑掉4个，这个时候怎么可以跑掉呢？那所以呢，这个民众党就酸说民进党是假意抵党啊。那另外呢，许志杰现在要告什么？因为黄国昌说许志杰搭公务车去找吴乃仁吃晚饭，说邱志伟也去聚会了。那许志杰就气说：“我有投票，我票并没有不投啊，而且投完票我还去这个跟青鸟去致意啊，哦，所以许志杰跟他的女儿今天去按铃申告，到北检去控告黄国昌，说黄国昌如果公开道歉，他就可以撤告啊。那他的女儿也哽咽说今天是爸爸生日，应该是生 Happy Birthday， 结果呢一点都不快乐，还要去告许志杰啊。”告黄国昌，告这个黄国昌，许志杰告黄国昌，那黄国昌就笑，说他告我笑，说那天晚上7点多你在哪里？你也许有投票，但是7点多的时候你在哪里？你有没有去看吴乃仁啊？那这个许志杰呢，就说还一直讲了，说我其实有发言，我也有投票，而且去感谢青鸟，我哪有这个不投票？好，我们看一下。带女儿到北检按铃，许志杰正式提告黄国昌，然后用臆测的方式来污指我，而且又说这样子是，对不起青鸟，所以这个严重影响到我的名誉所以我在这边特别提告。因为黄国昌爆料20号立法院表决财划法有4位律委不在场，新系的许志杰和邱志伟会中离，是跑去和派系大佬吴乃仁参叙。不过对有没有去吃饭，许志杰没正面回应。黄国昌所讲的第8条，那个大概9点左右吧，那个我人完全都在现场。7点多到8点多，人有没有中离？先问这个问题就好，不要回避啊，不要回避啊。还有一个证人可以证明啊，邱志伟也有去啊。志涵怎么看？好，许志杰委员他其实是回避了重要的问题啦。今天确实是借由提告来做一个转移焦点的动作。首先呢，我们并没有说他从头到尾都不在现场。不过呢，当天在财划法表决的时候，透过现场的直播，因为我一直都在2楼，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的掌握到底民进党缺席了哪些。其实基本上从晚上的8点钟之后，人就陆陆续续消失了。那基本上呢，支持财划法的大概稳定维持51票。那民众党那个时候，因为我们投了自己的版本，所以我们出去了。好，也就是说，扣掉民众党的8席，然后呢，再扣掉51票是这个支持财划法的修正版本的，民进党当时大概从8点多到晚上12点，大概陆陆续续少的时候只有45个人，多的时候46到47个人，但是他们自己的委员有51个人，这就是说，在晚上的那段期间呢，至少有4到5个人或4到6个人一直不停的跑票当中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民进党要对自己支持者做一个交代，因为呢，他们的青鸟在外面淋雨吹风，可是他们自己委员说他们会誓死抵抗，然后说呢会挡下这些恶法，结果人竟然不在里面。好，那人去了哪里？现在邱意莹承认了嘛，因为被我们抓出来，至少有4到6个人不在。邱意莹承认说他当天身体不舒服，他离开了。可是他身体不舒服，可以去看鱿鱼游戏哦，然后呢，可以跟大家一起变装来开派对。然后呢，陈英也说他身体不舒服。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哦，当天他们在外面喊打喊杀，甚至呢把这些围栏给解锁的时候呢，让很多青鸟要放进立法院。就当天有一些青鸟他倒地了，甚至有人住院了。这些人是真正的住院，然后呢，在医院里头，甚至身体受到了一些真的是很不舒服的状况。可是这些立法委员人去哪里？那我们再说这个许志杰委员，他其实当天我一直在看他人在哪里哦，还有包含邱志伟立委。那许志杰委员他在最后的时候，他的确有上台发言，最后了11点多了，可在前面的时间他并没有上台发言，而且呢，也有这个助理观察到他其实离开了院区。另外就是呢，确实他们出现在台北市新生南路一段103巷的某一个地点，而这个地点呢，不只是许志杰委员，还有呢这个邱志伟委员，还有里面呢
有吴乃仁等等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这些东西包含派遣了公务车，这些都是实打实的证据。但我们现在就要回过头来说，为什么要转移焦点？很显然嘛，因为民进党一直在跟大家说，他们要挡下这个恶法，不惜呢一切要挡下来。然后呢，在前一天的时候，就号召很多青鸟在附近游行，然后甚至攻破了立法院。结果当他们宣示他们有这样的决心的时候，现在呢，他们被人家突破盲点了，就是告诉大家说，民进党根本就在骗人。民进党骗你们说他们要挡下这个恶法，结果呢，非但没有挡下恶法，还去外面这个吃饭、聊天、喝酒了。另外，他们说呢，地方上缺钱，然后说呢，这个过去中央分配的已经分配的非常好，然后现在呢，这些县市首长上来哭穷。另外一方面呢，这些这个财政部的官员或者是这个行政院的发言人也出来说呢，现在这些是恶法，会造成南北极度的不均。那我们就要说了，到底为什么现在南北落差会这么严重？不就是因为民进党过去这几年来执政的期间，他们财划法说不修就不修。刚刚赖瑞隆委员说，都没有这个好好的处理，没有好好的讨论。刚刚呢，柯政委也说了，讨论了多久了？不是只有这个会期、上个会期，讨论了9年了，讨论了25年了。然后民进党说不修就不修。其实我最后讲一个东西啦，其实大家都不要说没有讨论了，从上个会期开始就一直说要讨论，但大家记得吗？卓荣泰说什么？卓荣泰说现在的版本就是最好的版本，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拿不出版本。如果你拿不出版本，你要跟人家讨论什么？我觉得更好笑的是苏巧慧委员他说呢，新北少给人家200亿，那我们就来算算看现在的公式，新北原本是分到543亿，现在分到917亿，所以增加了374亿。如果照民进党的这个苏巧慧委员的说法，就是说呢，他说这个新北少分了嘛，但实质上新北就多分到了374亿。那如果照这个逻辑的话，是民进党对不起台湾人，对不起新北人因为过去那么长的时间，你应该要分给新北的，你没有分。现在在财划法修了之后，多给了他们374亿。然后黄伟哲更可笑，他说给台南人骨头就感恩戴德。我们要说的是，民进党过去根本就不分给这些县市骨头，连骨头都没得分，只有看颜色去分骨头，这样真的公平吗？你们这边还2楼还看到哪个党的委员跑进来跑出去我在那边逐一的看，然后我还有逐一的记录谁有发言谁没发言，还有呢谁不在座位上。所以实打实，我在10点多就说许智杰委员那个时候沈博阳委员、钟嘉宾委员好几个人都没在座位上，对，他们跑来跑去。但是我们要说的是，许智杰委员他确实离开了院区，有公务车，而且地点我们都掌握了。国民党到底几个人在？跑掉几个人？没有，其实没有。你刚刚所讲的，你扣掉了这个所谓已经眼睛去开刀的吴宗宪，还有韩国瑜，还有江启臣3个就要先扣掉，那本来就不在里面。但是到最后一幕的时候，我们是51个人，但是我们都维持48、49，有人进进出出，有人进进出出，所以基本上面说实在的，在最紧要关头的在表决，因为我们好几案要表决的时候，的确有遇到过48比47。如果民进党那时候人都在的话，你是有机会反驳。但是呢，我必须要说到最后几案的时候51票就全部都到，后来就回来了，全部都到齐。台湾法只差1票嘛。对，我讲有1、2条关键的。你民进党真的想要阻止财划法吗？我看不见得。你柯建铭都不在，他说身体，陈颖说身体问题，邱颖说身体问题，尤其柯建铭说他身体问题。杨耀赶飞机就不要讲，赶飞机是什么理由啊？我这不了解。如果这个对你们这么重要，这3个法财划法由于实质上影响最大，我觉得是财划法。指挥官脱离战场。那还有作战的决心吗？对不对？那这样还打得下去吗？你柯建铭，你都身体不好，在最关键的要表决了，你也知道今天晚上就要表决了，你突然间离开了，那你除非你会证明说，我要不离开去就医就有生命的危险，你有办法证明吗？所以民进党真的不能怪别人。第二个，在委员会里面，民进党也没有好好的讨论，不停的提程序问题。我跟你讲，程序问题就是捣蛋的啦。我们都当过立法委员都知道，也当过主席都想提程序就是捣蛋。那我们讲美国来讲好了，你其实全世界都一样，你议会开会，不管是立法还是市议会、县议会，你开会案子总是要送出委员会的嘛，你总是要用表决的方式来处理这个提案嘛。请问你一直干扰，你又没有办法好好的这个讨论，你等于是自己放弃讨论，也没有你自己的版本。在美国这个主持人非常了解 filibuster 冗长发言。我跟你讲，你很熟悉的南卡罗来纳州的弗蒙塞蒙德这个参议员，
曾经发言，但他因为他真的就像有版本一样，他有东西拿出来，他不停的讲，你知道讲多久吗？24小时又18分钟，就为了要对抗1957年的人权法案，讲了这么久，我告诉你，讲完他累了，还是要表决啊。所以你民进党没有版本，而且你们也没有在发言，那当然就是处理了嘛。这个参议员活到100岁，对100岁的时候他宣布我不选了。他要选，他可以继续当选。你没有取得80几岁的时候，他还取了南卡拉要做小回忆一下了哦。其实，大家想啊，全国家的饼就这么多，每个县市都想增加，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没有一个县市会希望自己的钱减少的，每个希望都希望拿越多越好。所以这个本来就现实上是一个非常难处理问题。你要取得共识，本来就很困难哈。所以我还是要再次强调，每个县市之间都想要多拿一点，很难取得共识。那再来我要讲的是，我光别的不讲，我自己有提版本，连我都没有被发言的机会，人家至少好歹可以讲个几天，我连3分钟就给我讲完就没有就结束掉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说，程序上面真的是很多的问题，包括当然我知道说大家会认为说啊，你们有很多的这个意见，他尽快进行表决，但是无论如何表决，我觉得还是要回到一些计算的，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加起来就多数，一定会赢的，早晚会过的。但是你至少在那个程序上面，让大家至少让行政机关把它算清楚，或至少你版本出来，让大家多一点时间去讨论。我认为整个会更加周延。那最后还是要讲一下啦，台北跟高雄有没有落差？确实就存在最后落差。不管刚刚柯志恩委员讲那些，最后事实上证明台北就拿到416亿，而高雄拿到245亿。而在明年的这个一般分配款的部分，特别的部分，假设700亿啦。因为中央被拿走了3000多亿之后，可能只剩下一半，所以高雄至少在明年实质上是减少，就绝减少。那包括甚至于当时柯志恩委员讲了很多，他会全力去争取的，后来也几乎都没有产生效果。这就是高雄为什么会不行，他已经点名到我了，我还是要说，你说3700亿，你根本每一年你超领的，你超征了差不多5000亿的东西，还要再加上台电。我们要补贴他2000亿，再加上我们涨电费3，你来来回回你3700多亿早就已经完全弥补了，更何况非常多的法定预算里面，现在目前在造谣的，包括你们育儿津贴，包括什么大专院校私立学校补助，对不起，都是法定预算，1毛钱都不会删，所以这个东西应该要讲清楚。然后还是再一句话，柯志恩不过是52位其中的1位，我提出我的想法，不要每次发生到最后的一件事情当中都来说哦，我应该承担责任。最重要的是，民进党没有提出版本，没有提出算出来的比率，没有召开22个县市里面给大家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，这就是行政院没有提出版本，应该承担最大的后果。我最后回应一句了哈，其实这是一个制度性的建立，以后都是要照这样分配的。那但是我们每年能够超增的，不见得每年都会有，所以我觉得不要把那个当做是一定可以的，因为今年有可能超增，明年有可能超增，后年可能就没有了。所以我觉得那个制度面是应该好好的讨论建立起来，才是对整个县市公平的一个做法。休息一下再回来。好，这两天大家很瞩目，就是赖清德提名了7个大法官哈，民进党呢也不支持刘静怡，所以呢7个大法官团灭，全部被歼灭啊。那这算不算打脸赖清德呢？哦，那说柯建铭事先有打电话给赖清德，说我们不能支持刘静怡，所以为什么？因为刘静怡一路骂民进党，哦，还说蔡英文的论文是假的，林智坚论文是假的，等等，不是从头骂到底。不过刘静怡基本上他不是只骂民进党，他骂国民党骂得更凶了。哦，他反正就是大炮型的人啊。哦，那所以呢，但是民进党很少这样，你投给他我就开除你党籍，党籍要开除，不是党纪处分了，就告诉你，只要投给他就一律开除党籍啊。而且事先跟赖清德讲过了，就是这样子啊。那我不知道赖清德心里面怎么想，这是他提名的，理论上你提名就表示要表示这个人不错，我才会提名嘛。不好人我怎么提呢？哦，那这个刘静怡这个没有当选，说民进党说是民众党害的，说因为民进党有3个版本，一个版本就是呢全部封杀，蓝白全部封杀，那他们会全部投这7个人；一个呢就是只通过2个人，他们也会通过。为什么2个人就表示他们只要支持2个人会过嘛？那他们知道民进党那天上午开记者会还宣布只支持1个人，就是刘静怡，而且国民党说全部杀，
那他们就说支持刘静怡，他们如果来投刘静怡，第一个也没用啊，大法官人还是不够啊，哦，要10个啊，你加上现在8个，加上一个9个啊。第二个，那不是让民众党要通过谁就通过谁吗？那不是让民众党的确这个凸显了他少数关键的角色吗？是不可以让民众党这个得逞，所以呢，宁愿牺牲刘静怡。所以呢，民众党说呢，就是因为民众党啦，哦，这个民进党说了，说不要让民众党吃豆腐，所以呢，干脆团灭算了，哦。那另外呢，这个傅昆萁就说谢谢柯建铭，现在变成朝野同心，都是在野党了，一起把赖清德的这个提名人统统给封杀掉了啊。哦，那我们看他们票数哈，那么同意票都是51票，这是民进党的票。那不同意票都是62票，这是这个50票才过关了啊。那另外呢，刘静怡只得到8票，民众党的哦，连民进党立委也封杀他哦，所以呢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通通被讲团灭的意思，就是通通没一个通过了。现在有大法官7个人，所以这次提名8个人，大法官编制15个人。如果要参与评议，现在说不能低于10个人；同意违宪的宣告不得低于9，这是新的宪法诉讼法了啊。那民进党说这个要去申请这个什么暂时停止啊，那要暂停处分、暂时处分、释宪，主要就是大法官这个人的问题。我们看一下，我给刘静怡的人开除党籍。这话说得很重，立法院大法官人事同意权投票日，民进党团下军令状，要封杀总统赖清德提名的台大国法所所长刘静怡。骂蔡总统前总统录影是假的，甚至羞辱王一川。我们今天在投票给刘静怡记除党纪，投给刘静怡就是开除党纪，不问任何人。对我最后一刻打电话给他说，赖总统。我们就是国会自主，绝对尊重。强调投下反对票的正当性，而还原封杀刘静怡时间轴。民众党团早上9点先宣布会同意1人，似乎也想强调人事案不是为反对而反对。我们也去评估过。去检讨过他这段时间里面的敢于跟当前者去对抗。9点半，民进党团召开党团大会，听闻民众党放行1人，才正式决议要投下刘静怡的不同意票。在我国史上第一次出现民进党立院党团狠狠的打脸赖清德总统，敢批评民进党，你只要敢说真话，执政党就会痛下杀手。尽管民进党团强调赖总统绝对尊重，但外界推测，当时赖总统提名他，似乎就是看着他过去攻击前总统蔡英文贪污、论文造假，让背后是否有英赖之争再度浮上台面。如今7位大法官被提名人全军覆没，加上宪诉法修正案过关，要解决宪法法庭恐怕停牌危机，或许就看执政党下一步怎么走。民众党人家认为说这个你们吃他们豆腐，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哦，从上个会期他们一直想要意图要混淆视听，说民众党是没用的巴西，我们已经证明这绝对不是。因为我们在投票之前，我知道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，特别是民进党其实很关注民众党团的态度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昨天在党团会议结束之后，我们原本第一时间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投票的人是谁，明确的指出来是谁，但最后经过决议确定不说的原因就是要留一个伏笔。这个伏笔是为什么？我们知道依照民进党这种喜欢算计的性格，如果我们把我们要投的人讲出来，民进党可能就会故意把他杀掉了，反而给了他们。没有想到就是我没有想到，所以我们故意出来不讲。我们原本是前一天是告诉媒体说我们出来会讲，那当天呢我就直接跟委员们说，其实有2个重点。第一个，我们先不要宣布的话，其实在媒体上的讨论，前面2个小时大家都会猜民众党到底要投谁。第二个，如果我们直接讲出来说是刘静怡，那民进党可能就要把他杀掉了，所以我们不用给民进党一个合理的理由。但这过程当中，你就可以看得出来，其实在大法官的提名当中，还有投票的过程当中，民进党是如何的充满算计，连自己的人都杀。我觉得当中更一个很明显，大家必须被凸显、必须正视到的事情，就是不管是府方，或者是党团之间，或者是柯建铭之间，这些
关系、权力关系之间的变化。首先，我们先来讲柯建铭，他说他在党团大会召开之前就已经打电话给赖清德总统，而且他的说法呢其实是告知而已。他说党团是自主的，那相信总统也知道。那总统呢，他没有说总统怎么回，但是他感觉起来就是告知了总统他们的决定，而且说如果说不照党团决议的话，会开除党籍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是柯建铭大于赖清德吗？因为刘静怡是赖清德提出来的人选。然后第二个是呢，昨天在投完票之后，其实很有意思的，马上民进党内部开始放风了。他们在说什么？他们在说党团内部现在可以说是群龙无首，大家都在听吴思瑶指挥，可是吴思瑶听的是赖清德的。然后呢，民进党内部的立委开始说，这个5·1战队根本就是没有救了啦，没有办法医了，或者是“就是这个救护车的声音，就是说5·1战队现在是群龙无首，然后方向大乱。那大家现在不晓得要听谁的？我觉得这些事情再跟财化法去做一个对照，也可以看得出来，财化法在星期四的时候突然攻坚进去了。那本来卓荣泰跟这个韩院长他们不是有协商吗？本来不是说大家好好审吗？怎么突然的就冲进去了？所以民进党到底现在在干什么？明明是他们当家做主，结果搞得一团乱。一团乱之外呢，整个宪法法庭还有整个公共事务政策也都被民进党瘫痪了。我觉得绿营内部的矛盾跟权力关系的重组，或者是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，真的不要把国家大事拿来开玩笑。所以你的5·1战队讲民进党51席就是对，因为他们都自称是5·1，可是其实他们自己内部的委员都开始自嘲说，因为吴思瑶没有办法领导大家，然后柯建铭最近又称病，可是这个状况到底是听好吴思瑶他说他上面就是赖清德总统，他可以直通，可是另外一边是柯建铭，那现在这一局很明显看出来是柯建铭下了手，说我们不投给刘静怡，所以到底是柯建铭说了算，还是赖清德说了算？休息一下再回来。